股灾来的时候，你能不能不靠变卖资产存活下来？如果明天股票市场发生了大股灾，股市下跌超过了 40%， 那你现在投资组合里面有没有任何一笔收入依旧可以准时的进来呢？很多人投资一辈子，到最后追求的不是最高的报酬，而是一种我知道明天的午餐我一定付得出来的这种确定感。今天这支影片我要跟你分享我认为最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之一——美国公债，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每一个退休人士都应该要持有美国公债。我也会在影片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要如何用低成本的方式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嗨，大家好，我是不随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很多人现在一听到债券就会跟我讲说，Kevin债券没有这么稳你看过去这3年，哇，那个长天期的美国公债跌得跟什么一样那我这边呢，我要先说一个结论，你会觉得债券不稳定，那是因为你把债券当成股票在看，而且呢，你看到的债券往往是债券 ETF， 而不是债券本身。如果你是买债券的本身，你每天去盯它的价格，那它的价格当然会涨涨跌跌。但是呢，债券它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如果你持有到期的时候呢，发行商没有违约，那你就可以拿回你的本金，而中间这些所产生的利息呢，是一开始你买入的时候呢，就可以计算出来的。所以只要我们持有到期，那中间这个债券它的价格涨涨跌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那这时候又有人会抬杠说，Kevin， 要是我买美国公债，那我拿到的利息都是美元的利息，我在台湾生活，那我换成台币，我不就会有一个汇率风险吗？你怎么可以说美国公债它的利息非常的稳定呢？那这个人他所提出来的忧虑是每一个投资人都会有的忧虑，但是呢，这个波动性并不是这个商品所产生的，而是你这个商品你获得报酬之后，你又把它拿去兑换其他的东西所产生的一个波动性。那这个汇率的波动性要如何去调节呢？很简单像我自己去投资美元的资产，像是美股或者是美债，那我拿到了这些收益，我并不会每一年都会回台湾，那我会将这个收益呢再继续投资到我的美股账户当中。那什么时候我要汇回台湾呢？当我需要使用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退休人士，你一定要在台湾备好1到2年的一个生活预备金，这是每一个退休人士都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美元资产有利息配出来，你需要第一时间汇回台湾吗？不一定，你可以等汇率台币贬值的时候，像是台币贬到30几块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再将你的美元汇回台湾。台币升值到27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先不用将美元汇回台湾，你可以先使用你台币账户当中的一些预备金来进行支付。等台币呢慢慢的贬值到30多块钱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再将美元资产给汇回来。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处理汇率波动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看看过去这5年，2020年到2025年这5年的时间美元对台币的汇率是有非常大的波动，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相对聪明的方法呢，以进自动的方式呢去进行换汇那我认为投资美国公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在我们买进的当下，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拿到多少钱，以及呢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回我们的本金。也就是说，未来的现金流我们已经完全的确定。那我们基本上呢，只要知道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买的美国公债它什么时候到期？第二件事情呢，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回多少本金？第3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期每一年到底可以拿到多少的利息。所以对退休人士来讲，他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他未来会有多少钱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心的事情。那直接去买美债，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那就是呢，这个债券几乎不会违约。毕竟呢，他们的印钞机就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那假设现在有2个人都是退休人士A 跟 B， 他们手上呢都有1000万台币，那换算成美元大概就是30万美元。那 A 这位投资人他就将他的30万美元全部都去 all in 标普500指数的 ETF， 那这档 ETF 就是 SPY。那 B 这位投资人呢，他就将他的30万美元当中的20万美元
就去买10年期的美国公债。那现在10年期的美国公债，它的到期收益率大概是 4.18%，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要去市场上去买票面利率 4% 的一个10年期的美国公债，是很容易就可以买到的。所以 B 这位投资人他就去买 4% 票面利率的一个10年期的美国公债，他总共花费20万美元。那剩下的10万美元，他也是一样去买 SPY 这一档 ETF。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 B 这位投资人，他不管股市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投资账户当中每年就一定会有一笔利息收入。那这笔利息收入是多少？20万美元你去乘上 4%， 也就是8000美元。美国公债它通常是半年配息一次，所以它是每半年就可以拿到 2%， 也就是4000美元。那整个计算起来，他每年可以拿到24万台币的一个利息收入。那这笔钱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性嘛，就是他不会看股市的脸色，他就是照样配给我们。就算股市崩盘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为了支付你的生活花费而去卖掉你的股票进行套现。所以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情境，那就是呢，现在股市呢发生了一个 50% 的大崩盘，那 A 这位投资人他的资产就会从1000万跌到剩下500万。请问这个时候这位 A 投资人他是一个退休人士嘛，他承受得住吗？我相信他应该是承受不住，他甚至呢会在股市跌 20%、30% 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全部卖出离场，因为毕竟这一笔钱就是他的一个退休金。那 B 这位投资人他就相对来讲就更加的安稳，因为他的资产当中呢有20万都是属于美国公债，所以呢他一样就算股市呢下跌了 50%， 他一样会有每年大概是8000美元24万台币的一个利息呢进到他的账户当中。那这笔钱呢再去加上政府给他的一个退休金假装是劳保2万多块，那他这一年股灾的时候呢，他一样有50万台币的一个收入可以去进行花费。那这样子他明天的午餐一样有着落，请问他会有很大的压力，一定要在谷底的时候卖出他的一个证券吗？就没有嘛。所以为什么说退休人士他的一个投资账户当中一定要有蛮大比例的那种中长天期的政府债券？因为政府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呢，它一样会配发利息给你，那这个利息就会成为你度过股灾然后呢不变卖资产的一个依靠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退休人士，你要追求你账户当中的一个现金流要安稳，要让你安心的话，那你一定要去购买政府债券这个政府你不一定要买美国你可以去买任何一个欧盟或者是任何一个你觉得非常安心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券那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买完这些债券之后呢，你就可以马上计算你未来几年你可以拿到多少利息，再去加上政府给你的退休金，只要这笔钱加起来可以支付你退休的那种基础的花费不是奢侈的花费是基础的花费，这样你的投资组合对你来讲就有80分的完美。但是直接买债券呢，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它主要有3大缺点下面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流动性是比较差的相对于那种债券的 ETF。 债券 ETF 的话呢，它就可以像是那种股票你自己手机 APP 打开来，你要买卖股票是非常的简单，你要买卖债券 ETF 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你是要交易债券的本身的话呢，那个流动性就会比较差。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投资债券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要持有到期然后领中间的利息。所以呢，这时候呢，你拿你的债券到市场上就像是你拿了一个便当到市场上，大家谁要买我手上的便当这时候呢，每个人呢他就只想要吃自己手上的便当，就不会有人想要到市场上去跟你进行一个交易。那这时候呢，你把你的债券拿到市场上去卖就不太会有人去买你手上的债券，因为想要频繁交易的人他不会去买债券进行交易。所以如果你要买债券，我一定要跟你强调一句话，我们买债券是为了要持有到期，领中间的利息，然后最后呢拿回本金，而不是为了要频繁交易那第二个缺点就是呢，我们的资金会被锁住一段时间。我们直接去买债券其实有点像是买定存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债券它又比定存更容易去解约。好像是我们定存嘛，有没有人荧幕前面的各位谁有买过定存？然后呢，你定存你解约的时候呢，你付出来的违约金是多少？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自己买债券，如果我们在到期日之前呢，就要把它提前给卖出的话，那它的手续费是多少？是非常的低。我自己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它的手续费呢，美国公债是 0.002%。那如果你是用定存
你要去解约的话呢，你不只要缴交手续费，还要缴交蛮多的违约金哦。所以呢，我们直接买债券，它一样也会像定存一样被锁住一段时间，只不过呢，它要相对于定存来讲，是更容易去解约的。所以如果你要进行退休投资组合的安排，不建议大家将你的资产全部都去买单一的美债，因为单一的美债呢，它只是一个投资安心的一个基础，它不是全部哦。好，那第三个缺点就是呢，报酬率相对平庸。那我们直接去投资美国公债，我们拿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那稳定之下，你又想要拿到高报酬，其实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他会跟你说可以，那个人就是诈骗集团。我信你个鬼！高报酬的背后往往是相对高的风险，如果你想要高报酬又想要低风险，是非常的不切实际的哦。但虽然单一的美债呢，它的报酬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还是非常的夯，主要是赢在它的稳定跟确定性哦。好，那前面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投资组合当中，退休投资组合当中，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一个中长天期的债券。那这个债券呢，它所配发出来的利息，再去加上你跟政府拿到的这些退休金，那加起来这些利息可以支付你自己基础的生活花费的话，那其实这个投资组合啊，你后面这些部分呢，你拿去配股票，去买股票，对你来讲其实影响就会很小。那这是一个股票跟债券的一个搭配。那我自己呢，还会再搭配一些现金部位，也就是说我的投资组合是股债金。那金就是现金部位，而不是黄金哦，它最少都会有 10%。那主要就是让我在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时候呢，我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而不需要去直接卖我的债券。那这个现金部位，我当然不会让它直接用现金的方式呢，就放在我的账户当中，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是非常亏的一件事情。那我会怎么运用呢？我会用3种方式呢去进行运用。好，那我拍一期影片呢放在上面这边，好，你有兴趣可以去观看。那这3种方式呢，其中一种就是直接去购买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好，没错，我们刚刚投资组合当中，债券的部分的话呢，主要是中长天期的。那股票的话呢，就是美国大盘嘛。现金的话呢，就是要去买短天期的债券。那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中长天期的债券，它主要呢是要拿这些利息来支付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花费。那股票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要让我们的投资组合可以持续的增值，让我们整个退休金呢可以持续增值。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资产才是抗通膨的。那现金部位的话呢，为什么要去买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呢？因为我是每半年会进行投资组合的再平衡，所以呢，我买这种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好像是3到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在我再平衡的时候呢，那就刚好这个短天期的债券呢，它就会到期变成现金，可以让我进行一个操作。所以这样搭配起来的话，你的退休投资组合当中呢，里面就会有短天期的债券。长天期的债券跟股票，那为什么会这样配呢？我相信你现在也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咯。好了，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好像是你是一个退休人士，那直接去购买中长天期的美国公债，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至于要如何低成本的直接去购买美债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直接低成本的去购买美债哦。它的一个交易手续费只有 0.002%。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是一家美股的上市券商，那它现在的市值是来到了1200亿美元，比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的市值加起来都还要大。那如果你不太了解这家券商，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 IB 盈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那现在呢，成员已经超过了9000人，你可以在里面呢看大家的使用状况，再考虑要不要使用这个券商。那如果你想要直接进行开户的话呢，你也可以看我上面这影片。那我有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开立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就算你是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将这影片分享给其他正在规划退休收入的人，相信会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毕竟美国呢，毕竟美国自己发行债券，那么如果毕竟非常的，毕竟美国，毕竟他们可以自己印他们自己国家的债，毕竟。